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但不提倡过度节俭，无休止的囤积没用的东西，这也舍不得扔，那也舍不得丢，到头来只会让家里的收纳空间越来越小，甚至变得乱糟糟。长期居住在杂乱的环境里，不仅会影响家人运势，而且还会让人心情烦躁、精神疲惫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过度节俭，有些用久了、用旧了的东西就要尽快处理掉。比如下面说的这8样东西，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都建议扔掉，不是迷信，都是有所依据。1. 用久的抹布、洗碗布。很多老年人认为抹布、洗碗布用完洗一下就很干净，所以就一直用，甚至发黄破损了还舍不得扔。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对健康危害极大。旧抹布长期不换，即便是经常洗，也会带来大量的细菌和病菌，而且还会影响吸水性和清洁效率。这种无效节省真的得不偿失。所以说，抹布、洗碗布这种日常消耗品，建议至少1至2个月就要更换一次，不然真的会危害到健康。2. 发霉的筷子、菜板。之前看到网上有一堆教人清洁发霉菜板和竹筷子的小妙招，真的无语。事实上，家里的菜板和筷子一旦出现发霉的情况，就千万别再用了，因为会有大量的细菌和真菌，特别是黄曲霉素，甚至有致癌的风险。而且这种霉菌单纯的依靠开水烫洗、阳光晾晒根本去除不了，所以发霉的旧筷子和菜板千万别不舍得扔，家人健康更重要。另外，家里正在使用的也要做到定期用盐水浸泡，有助于避免细菌的滋生。3. 没用的纸壳、快递箱。家里的老一辈总有喜欢攒废纸壳、快递盒的习惯，甚至有些人还会把别人不要的废纸箱、快递盒带回家，攒起来留着卖钱。结果搞得家里阳台、客厅、走道堆得到处都是，占地方不说，还会带来脏乱差的环境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此外，旧纸盒囤积久了，还会受潮发霉，滋生细菌，甚至招来蚊虫和蟑螂，还会危害到健康。所以说，但凡是家里还能揭开锅，不至于要饭的话，千万别为了那点小钱去积攒没用的废纸盒。4. 掉了涂层的锅具。不管是电饭煲也好，还是不粘锅也罢，一旦发现涂层破损或刮花，就不要再用了，因为会释放有害物质，一旦不小心食用到人体内，对健康有不可逆的危害。就拿电饭煲的内胆来说，普遍是铝制和涂层制作，如果内胆涂层刮花，暴露的铝制品就会吸入食物，长期使用会对人体肝脏造成极大危害。还有不粘锅的特氟龙涂层，一旦磨损或脱落后，在高温下会释放一种叫做多氟丙烷的有害物质，会导致人体肝脏和免疫系统的受损，甚至会增加患癌风险。所以家里的锅具如果有涂层掉落的问题，千万别不舍得扔，及时换新才能确保食物安全。5. 长期冷冻的食物。咱们父母那一辈人都节省，平常儿女给买的鱼肉类也不舍得吃，一直存放在冰箱里，可时间一长就给忘了，最后都放成了僵尸肉。事实上，冷冻食材也是有保存期的，冻的时间久了，再新鲜的食材也会变质，所以长期冷冻的食物建议就不要食用了。除了营养流失不好吃外，还会滋生致病细菌，严重的还会影响健康。一般来说，肉类的存放保质期冷冻后最多可存放10至12个月，超期就要扔掉。另外，站在健康的角度，尽量不要在冰箱里长期存放食材，吃多少买多少，保持食材新鲜度，不过度囤积。6. 开封很久的调味品。家里只要开火做饭，就离不开各种调味品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任何一种调味品都是有保质期的，一旦开封放置久了，就会出现变质和滋生病菌的现象。还有像耗油、沙拉酱、豆瓣酱这类的调味品，开封后还要冷藏保存，不然在潮湿和高温天气下特别容易出现变质情况。所以开封后的调味品要做到定期检查，如果发现有霉菌或沉淀物的情况，务必要及时丢掉，不然一旦误食就会导致出现腹泻、肠胃不适，甚至呕吐等症状。7. 半年以上的地垫。地垫是最常见的生活用品，有的人家里甚至好几张，什么门厅、厨房、卫生间，甚至阳台也会放一张。但我发现很多人家里的地垫用了大半年也不舍得换，实际上家里的地垫用到1、2个月就要换新的。地垫这东西不仅会藏污纳垢、滋生细菌，如果不定期清洗和更换，还会产生异味。所以说，地垫用了半年以上，即使看上去很干净，也要及时换新，避免给家人带来健康危害。8. 旧床垫和被褥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床垫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，一旦超过8年，即使没坏，也建议及时更换。因为床垫超过使用年限，不但材料会老化破损，而且使用舒适度也会大打折扣。
长期睡旧床垫会导致腰酸背疼、精神萎靡不振。还有老旧的被褥是各种尘螨、细菌和过敏源的藏身之地，所以一旦发现家里的旧被褥有异味了，就要及时换新，不然很容易引发鼻炎、尘螨过敏、哮喘等疾病。以上这8样物品，不管家里有钱没钱，都建议及时扔掉换新，不然会影响生活品质和家人健康。保持整洁干净的家，才能让日子越过越顺，越活越开心。很多人听过雪糕刺客，但没听过家电刺客吧？近期看到网上有很多新房业主吐槽说，装修好不容易避过了硬装的坑，等满心欢喜选购家具家电时，没想到却被家电安装给背刺了。不统计不知道，几乎是100%的装修人都被坑过家电安装费。这一期小东结合网友们的反馈，来给大家盘点5种最坑人的家电安装费，建议大家能提前准备的就自己准备，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。1. 电视机。现在买电视，不管是线上买还是线下实体店买，只要是品牌的都会打出免费安装的服务口号，很多业主因此麻痹大意，直接付了全款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安装是免费的，但上墙的电视挂架需要额外购买。安装师傅还会跟你说，电视配套的普通挂架使用不方便，后期出了问题还不好检修，让你买他推荐的可活动可伸缩的，价格收费400-500。很多普通家庭买个75寸电视才花3000块，结果安装个电视挂架还要额外花了几百块，直呼伤不起。网友@XR 的日常，我家就是买个75寸电视，上墙安装需要2个支架，我自己买的支架，安装师傅说装了会倾斜，让我买他们带的，一个支架500块，2个支架就是1000块，这太坑了吧。网友萤火虫安装电视的坑我踩了，材料费、人工费还有安装机顶盒的线，总共花费260加100加120。师傅告诉我，不安线以后安装机顶盒的时候，就得把电视搬下来。好家伙，安个电视花了500大洋。2. 洗衣机。虽然买洗衣机安装是免费的，但用到的配件同样也是收费的。就拿常见的洗衣机洗烘套装来说，很多家庭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，基本都会选择叠放安装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中间的隔板支架要收费，接连排水的水龙头要收费，水管加长要收费，一套下来少说几大百。最坑人的还有洗衣机下方的托架，说了为了方便清理卫生，一个支架敢收你300块，还说是官方统一价格。网友福娃，装修真的到处都是坑。我家买的洗烘套装总共花了8000块，结果师傅安装完才知道还要额外支付920块。其中包括底部活动支架350，中间隔板360，水龙头180，水管30，妥妥的安装刺客。小东建议安装洗烘套装需要额外收费的配件有活动支架、隔板支架、水龙头、水管，建议自己提前准备，可以节省1/3的费用。3. 油烟机。油烟机也有额外收费项目吗？当然有，一般情况下安装油烟机是免费的。但大部分安装师傅在安装油烟机时都会让你升级不锈钢排烟管，通常会告诉你说自带的铝箔烟管不好用不住，换成不锈钢烟管更耐用，时间长了也不担心跑油烟。一个不锈钢烟管价格要400-500块，你说你换不换？如果你嫌贵，还会说原配的管子可以回收，抵100块，这神操作也是绝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没安装烟道止逆阀，一个杂牌的敢卖你120块，网上买一样的才30-40块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原配烟管没必要换，如果真担心质量不行，想换不锈钢烟管，也可以自己提前买。烟道止逆阀也建议提前网购，在瓦工施工时顺手就安装上了。4. 空调。被空调安装费背刺过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？如果你家是高楼层安装，收高空作业费，这个确实合理，没啥可争议的。但杂七杂八的辅料收费，其中有不少是比较坑的，什么空调支架、接水盘、漏电保护器、外机减震垫等等，还有墙面打孔、拆卸纱窗、铜管加长，这些费用你要是不了解清楚，换句不好听的，加一起的费用很可能会被扒一层皮。网友朵朵的妈妈，救命啊！空调安装费咋会这么高？家里新装了3台空调，安装费都花了1700多，都够买一台新空调了。花费如下：高空费用300，安装架子450，小管子91米，用了6.5米，大管子110米，用了1.7米，还有接水盘300块，想想都肉疼。小东建议，空调上门安装前，建议先让师傅粗报一下价，仔细问好每一项收费项目。有些辅材可以提前买好，可减少安装费用，比如说铜管、外机支架等，网上自己买会便宜很多。5. 燃气热水器。
如果说安装隐形收费，燃气热水器排第2，那没人敢说第1，妥妥收费刺客天花板。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众多网友吐槽，不安装一回燃气热水器，你根本不知道竟然会有这么多配件收费项目。安装燃气热水器收费配件如下：冷热球阀、波纹管、气嘴、装饰盖、烟管弯头、排烟管，还有打孔也是收费的，杂七杂八的加一块，没个700-800块，根本挡不住。网友艾特无风格自装我买的某大牌热水器，里面什么配件都没有。虽然前期也做了点功课，但担心买错白花钱，就选择安装师傅自带的了。结果装完告诉我要收费650块，大写的震惊。网友艾特小火车，家人们一定要警惕热水器安装刺客啊！我家安装花了880块，打孔2个270元，多加烟管480元，角阀60元，软管70元。装完才发现这些钱都是可以省的。小东建议，燃气热水器的配件安装前都可以自己提前买好。价格要比安装师傅带的便宜很多，至少能省下1半的费用。常言道，家有3空，顺水又顺风。所以奉劝大家，不管你住的房子面积大小，建议家里这3个地方尽量要留出空间，并且要经常打扫，要整洁干净，别太乱。那么到底是哪3个地方呢？咱们一起来看看。1. 入户门口要空。如果说把家比喻是一个人的话，那么家门口就是脸面，所以入户门口要保持干净，别把脸面丢了。千万别什么垃圾、杂物、鞋子都乱丢乱放在门口，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好的心情，也会影响别人到你家之后对你的第一印象。而且老话常说，家门口堵住了，那家运就堵住了。所谓财不进脏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入户门口要让它保持空旷，合理的设计和收纳，才能始终保持干净清爽，看着住着也舒心。关于玄关设计，学网友们的做法。1. 鞋柜双层开放格。网友爱的圈圈圈。我家设计玄关鞋柜时，坚持鞋子不落地，并做了双层开放格，现在用着真香。这样设计的好处有2点：第一，鞋子不落地，更方便打扫；第二，双层便于分类收纳；其次，鞋柜深度太浅，开放格可以放下大人的拖鞋。2. 凭空造玄关。网友艾特燕子甲。我家房子是进门见厅的户型，缺点是隐私一览无遗，同时还缺少收纳空间，所以装修时果断在入户门与客厅之间做了双面柜设计，这样既能当鞋柜收纳，还能兼顾餐边柜功能，关键还能遮挡客厅的隐私，一举两得，简直不要太实用。3. 极窄玄关设计。网友艾特月月爸在装修，我家走道太窄了，常规鞋柜根本没办法安装，一直发愁如何解决收纳问题，直到看到别人家装的洞洞板加超薄鞋柜组合设计，果断抄作业。12厘米的极窄鞋柜，跟我家的尺寸严丝合缝，真的是 YYDS。2. 厨房灶台，地面要空。厨房虽说面积不大，但用到的东西可不少，同时也是1日3餐的食物来源，什么锅碗瓢盆、水果蔬菜，还有各种用于做饭的调味品，如果收拾不当，就会让厨房显得杂乱不堪。过于杂乱的厨房还容易滋生细菌，影响健康。所以说，厨房里不管是灶台还是地面，都要避免乱堆乱放，保持空旷合理收纳，下厨时的心情也会大不一样。关于厨房设计，可以参考以下做法： 1. 多做抽屉，少做层板。大多数家庭的橱柜地柜普遍都是传统的层板设计，虽说能省点预算，但利用率却不高，所以建议层板柜只保留1至2个，用于存储米、面、油之类的大件，其他改做抽屉柜，更利于收纳和拿取。2. 做电器高柜。如果家里厨房小电器比较多，可以学习网友艾特开心果家的做法，舍弃1米台面，直接设计成电器高柜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厨房收纳空间直接拉满，不用时关上柜门又很美观，做饭时也不会因为台面堆放乱七八糟的小家电搞得碍手碍脚了。3. 做双层吊柜。如果厨房层高太高，可以把过高的吊柜一分为2，做上下2层的设计，下层做薄柜，收纳常用的调料品、碗筷、杯碟碗筷，拿取方便，还能避免碰头。顶层用来收纳不常用的囤货物品。4. 转角柜藏小推车。常规厨房的转角柜都很鸡肋，浪费空间也不实用，可以模仿网友艾特徐小宝的男保姆，外面小推车加里面双层抽屉设计，轻松解决鸡肋的转角柜。小推车可以收纳土豆、洋葱之类的水果蔬菜，还有做饭时的各种调料用品，平时不用时关上门，看着也整洁利落。3. 卫生间地面要空。卫生间是家里使用率极高的地方，在过去也被认为是污秽之地，所以卫生间保持整洁，经常通风，不要乱堆乱放，避免细菌和异味影响到家人健康。但是
很多家庭的卫生间在装修时都没有考虑好合理的收纳，什么拖把、扫把、脸盆、水桶直接放在地面上，导致每次进出都感觉很堵，既影响心情又不卫生。所以卫生间想要保持干净清爽，就要做好干湿分区，合理规划动线，以及必要的收纳和储物空间。关于卫生间设计，分享几个实用案例。一、镜柜添置收纳盒。如果卫生间的小物件、化妆品之类的东西太多，可以充分利用好镜柜收纳，比如添置各种大小不一的收纳盒，用于收纳洗漱品、化妆品、护肤品等等，这样就能摆脱洗漱台堆物太乱的困扰。二、浴室柜底部挂收纳篮。如果卫生间的浴室柜是悬空的，建议在底部下方挂一个收纳篮，避免空间浪费的同时，还能把脸盆、洗脚盆收纳在此，优点是不占地，也方便日常拿取。三、做上墙收纳。如果家里的卫生间太小，建议充分利用好墙面做合理收纳。比如网友张小花的家就很聪明，把卫生间的各种清洁工具巧妙地挂在卫生间门后，窄缝空间合理利用，真的超实用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房子面积大小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以上3个地方一定要保持清洁，这样家运、财运才能够不受污染，日子也能越过越顺，越活越舒心。装修不是抄作业，什么流行就装什么，特别是阳台装修，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，费钱还不实用，谁装谁后悔。你还别不信，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。一、不装超大落地窗。如果不是别墅，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，价格死贵，通风效果还差，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，要么花钱雇人清洁，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。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，特别是楼层高的，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。如果窗外有景观，想要视野好，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挺，既节省了费用，视野也不受影响。二、不装推拉门。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，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，室内不通透，还显得空间小，更不要装这老掉牙的过门石了，一点用处没有，还显得小气。直接客厅阳台打通，瓷砖通铺过去，这样空间才显宽敞，视觉上也更显通透。三、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。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，特别是南方地区，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，时间一长，非常容易反潮起皮。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，工费高，成本贵不说，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。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，打理卫生省心，也更加耐用。四、不装洗烘一体机。想彻底解放阳台，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，容量太小不说，烘干效果还差，即便是烘干了，衣服也是皱巴巴的，还得找地方晾晒。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，独立的热泵烘干，不仅容量大，烘干效果还好，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，立马就能上身穿。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，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五、不装木质洗衣柜。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迟早会开裂、变形，甚至发霉。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，不怕太阳晒，更不怕水，并且美观还上档次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，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是其次。六、阳台不装布帘。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，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。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，布帘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，占地方不说，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，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，传统罗马干外露不美观不说，积灰还不好清理。七、不装隐形晾衣架。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，有晾晒的需求，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，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，很少有机会收上去，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，何必花那冤枉钱。还有那种带消毒、烘干功能的晾衣架，也不要选妥妥的智商税，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，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。八、不装复杂吊顶。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，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，造价高，难打理，还压层高，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，边上预留窗帘盒。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，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，既省钱又美观。9. 不用红砖包管。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还不隔音。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，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，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。
这样做的话，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，而且还更隔音了。10. 不装金刚网纱窗，除非是低楼层，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，妥妥的挡风神器，通风效果太差不说，更糟心的是还挡光。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，价格死贵，卫生还难清理。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，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，其他全是优点。视线好，不挡光，通风也不受影响，关键是网眼也细，完全能挡住小蚊虫。装修不怕过时，就怕翻车。只有入住后才能体会到翻车的9个客厅设计。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20年，装过上百套房子，但凡身边只要有人盲目跟风的，我都给劝住了。别天天刷视频看见那些自装博主都这么说，你就傻乎乎的照做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被充值了多少钱。1. 不做假通铺，地面通铺瓷砖不仅颜值高，而且显大气。真正的通铺是全屋统一排版后的一缝到底，即便有小窄条，也是藏在家具遮挡处或者是边角不起眼的地方，这样铺出来的地方才完美。其他像什么客餐厅都是一种瓷砖，把同样的地砖当过门石啥的都是假通铺，千万别被忽悠了。2. 不铺灰色地砖，灰色地砖就是最丑的地砖，不接受反驳。尤其是深灰色的亮光砖，好不好看你全凭运气。你在瓷砖店面之所以看着高级，那是因为有灯光加了美颜滤镜，等真正铺到你家里是显暗又压抑，而且不耐脏。一定要用灰色就选浅灰素色砖，不挑楼层，不挑采光，基本不会翻车。3. 不装复杂电视背景墙，电视背景墙越复杂，过时越快。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墙，3年前的岩板木格栅，现在再看是不是又土喽？而且客厅电视越来越大，85寸上墙后还能露出多少背景墙？不如把钱省下来花在软装上，一株好看的绿植或落地灯也能营造出高级感。4. 不装小山丘射灯，别轻易跟风装小山丘射灯，因为入住后你会发根本实现不了网上美图的效果，心心念念的小山丘全部变成妊娠纹了。你压根不知道射灯照射的地方，前期需要叮嘱油工，一定得把墙面打磨平整，还得用200度大灯泡子照射墙面，再细致的打磨几遍，最后再去刷漆，不然就算你买5000块钱一桶的乳胶漆也是白搭，墙面照样得是大波浪。5. 不装科技布沙发，有人说科技布沙发防刮、防水还防污，我劝你听听就算了，这玩意谁用谁后悔。如果预算不高，还想要舒服，就买布艺的，款式选择多，透气性还好。条件上来了，你就买个真皮的，档次高还好打理，款式一定要选直排的，没有贵妃位的客厅就是宽敞显大。6. 不装悬空电视柜，我承认电视柜做悬空确实简洁大气，但安装悬空电视柜，要么用钢架结构，要么用穿墙螺丝固定，掉是掉不下来了。但是时间久了，柜子下坠和墙面的缝隙，你能接受吗？而且悬空电视柜大多是直角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还有磕碰的安全隐患，不如老老实实做个落地柜，颜值也不差，一样没有卫生死角，关键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胆。7. 不刷网红色乳胶漆，这么说吧，但凡是跟风做网红色乳胶漆的，10家有8家后悔的。别管它是什么乳窑、杏子灰、可可蛋奶，也就是新鲜1年，第2年不是褪色就是磕碰，越住越难看。别看它名字起得很高级，实际上不就是深灰、浅灰和冷灰吗？都是白色加上色浆调出来的，太阳越晒颜色越浅。想要不翻车，就刷大白墙，软装一上，照样显高级。8. 不做无主灯，如果你家不是别墅或是2.8米层高以上的大平层，就别跟风做去无主灯。先不说花钱多少，关键是吊完大平顶，铺完地砖，层高不足2.5米，那住进去能不压抑吗？而且无主灯灯光整体偏暗，虽说氛围感和情调是有了，但普通家庭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常态，照明灯光不舒适，就这一点还不够劝退你的理由吗？9. 不装反光灯槽，我是真不能理解，家里既不装中央空调，又没有管道需要隐藏的，为啥非要做个反光灯槽吊顶？时间一长，这反光灯槽子里要么就是落灰，要么就是有小虫子，这不就是给自己找家务活吗？想要不落灰还好看，就把反光灯槽换成双眼皮吊顶，加上一圈线性灯，记住一定要和窗帘盒做一样的高度，这样做高级感十足，省钱大气，还不容易过时。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，如果是小件物品，决策失误也没啥，要么退货，要么损失点小钱。但如果是买家具、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，劝你要谨慎，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，那就是进退两难，退货麻烦，运费高。
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，就算想扔都嫌麻烦。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。听劝，咱就别往家里搬了。1. 上翻式梳妆台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，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，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。但实际上，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，特别是上翻式的，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，腿还伸展不开，那叫一个不舒服。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，麻烦得很。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，遭罪又心累。久而久之才发现，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。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、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。2. 床尾凳，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，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，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。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，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，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，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，甚至是几乎为零。时间一长，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，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，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，尤其是小户型，还占地方。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，脏衣服丢进脏衣篓，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，拿取也更方便省事。试问一下，咱们买它何用呢？3. 跑步机，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，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。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劝你要冷静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，之后就统统被闲置，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，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。不信的话，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，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、9成新的在转手，成交率还很低。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，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公园跑跑步，就算坚持不下来，起码钱包没损失。4. 空调扇，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，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，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，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。说白了，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，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，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。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，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。普通电扇的功能，价格还贵得离谱，千万别买。对了，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，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，冬天用不上，夏天吹热风，鸡肋得很。5. 洗烘一体机，说一个扎心的现象，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，你猜是为啥？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，看着高级不说，还节省空间。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，难用到戳心戳肺，尤其是干衣功能。有网友吐槽，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，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，而且耗时还很长。就算是烘干袜子、内衣裤之类的小件，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。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。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，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。听到这些槽点，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，我也拦不住。6.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，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，什么云朵、大黑牛、大象耳朵、钢琴键、帆船、像素沙发等等，多到数不胜数。讲真，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，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。但说句良心话，也许会得罪人，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坐靠在沙发上，脖子没有枕的地方。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，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，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，就会感觉脖子很疼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就去试一试。7. 网红羽毛灯，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，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，飘逸的造型，质感也是无可挑剔。如果你也心动了，我劝你别冲动，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。时间一久，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，再到黑色，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，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，一旦勤快了，借用网友的话形容，就是鸵鸟毛，瞬间变身乌鸡毛，那叫一个惨不忍睹。不洗吧，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，就是个美丽的废物。8. 一堆清洁电器，但凡提到做家务，多数人都会摇头，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，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。什么擦窗机器人、吸尘器、除螨仪，还有大件的洗地机、蒸汽拖把、扫拖一体机等等，多如牛毛。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，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。
但有一说一，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，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。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。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，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，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。有哪些装修设计是你认为装修前期待满满，用后谁装谁是大冤种的？有一说一，很多人家里装修都会参考时下流行的网红风格，但只看到高颜值，却没看到设计的缺陷，于是装修完好看是好看，等住进去后才觉得鸡肋或者根本没用，而且浪费钱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4个好看却不实用的装修设计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梦幻帘。有多少颜值控的小仙女被仙气飘飘的梦幻窗帘种草，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走不动道的好看，幻想着装到自己家里也能成为全屋的颜值担当。但实话实说，你在样板间看当然好看，又没有风，等你真正装到家里才发现，一阵风过后那叫一个群魔乱舞，而且时间一长卡扣还特别容易坏，一个心情不好就卡死给你看。此外清洗更是难上加难，梦幻帘的卡扣拆了还能不能自己装回去都是个问题。网友艾特睡到自然醒，梦幻帘就是个美丽的废物，不接受反驳。我家轨道半年坏了2次，均是大修，原本是180度旋转开合，故障后左半90度卡死，第2次是叶片突然不能均匀散开了。网友艾特不给糖就捣蛋，想装梦幻帘的宝子们真的要慎重。好看是好看，但巨难清洗。先不说那个卡扣拆完是否能装上能不能均匀的问题，就算这些都能解决，就问你洗完变短能不能接受？洗完皱皱巴巴的怎么办？综上，梦幻帘虽美，但轨道易出问题，而且清洗也麻烦，所以千万别盲目跟风。想要追求梦幻的效果，可以试试幻影帘和蛇形轨道的组合，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。2. 岩板电视墙。真不理解，这都2024年了，还有人愿意花重金去打造所谓的电视墙，又是岩板又是木格栅的。现在很多人连电视都很少看了，还对电视墙有执念，真不知道图啥。先不说这种千篇一律的电视背景墙是不是容易过时，关键是没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买个100寸的电视装上去，再看看你家电视墙上下还能露出多少来。岩板电视墙又贵又难安装，过几年看腻了，然后还没办法换，真不如直接留个大白墙，然后利用摆件或绿植去营造空间的氛围感，省钱还不过时。当然也可以做一整面墙的电视收纳柜，既兼顾了装饰效果，还能增加收纳功能。网友艾特今天不上班再换套房，我依然会选择不做电视背景墙，直接干净的大白墙，耐看显大，还好搭配，简直就是 YYDS。 网友艾特君君自装的家，装修嘛，实用第一。很庆幸坚持做了满墙电视柜，成年人的琐事一地鸡毛，回到家再看到乱七八糟的杂物得不到收纳，情绪根本无法控制。整面墙的电视柜，很多杂物都可以藏起来，给我的新家带来整洁干净。3. 长条地漏。和梦幻帘一样，好看但不好用的还有卫生间这种网红长条地漏，颜值在线是没错，还给人一种下水更快的错觉。但实际上，这种长条地漏和下水口和普通地漏是一样的，根本不存在下水速度更快的说法。而且长条形地漏更容易藏污纳垢，很多人入住才半个月，卫生间异味就很严重了。基本上可以判定，问题就出在这种地漏上，3天不清理，就很多头发和各种污垢卡住里面，又脏又难清理，真叫一个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名其奇，新家刚入住没多久，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一些黑色小飞冲，前天终于破案了。撬开地漏一看，好家伙，脏的都没眼看，而且巨臭无比。这种长条地漏好看是好看，但清理真的麻烦。网友艾特是木木呀，好看的长条隐形地漏为什么要给大家拔草？太难清理，每次都要掀盖板，还配了专用的钩子。其次，下水慢，因为更容易堵头发，如果你不勤快，真的要慎选。我想说，好的装修就是在生活中做减法，减少劳动量。经过大众长时间的检验，最经验实惠又好用的还是传统的方形地漏。4. 岩板一体盆。卫生间岩板一体式洗手池，这些年的热度就一直没低过，不断的有人跟风做。总结起来就是装完笑嘻嘻，用过哭唧唧。不可否认，岩板一体盆确实颜值高，也极简范十足，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但这玩意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用久了，水渍特别难清理，尤其是洗水池的4个边角发黄，几乎是家常便饭，缝隙里还藏污纳垢，用刷子都刷不干净。如果是深色的岩板，那就更惨了，
不仅污渍看着像发霉，还有水垢也特别明显，本是冲着颜值装的，结果是越用越臭。网友艾特波波喵喵，岩板一体盆真的是一个巨坑，清洁卫生累到崩溃，每天都有擦不完的水渍和泡沫渍，关键湿的时候又看不清，只能盲擦，等它干的时候又会发现有脏的地方，而且巨多死角，根本擦不到位。大家真的不要图颜值选岩板盆，不然以后天天为它服务了。当然，岩板一体盆除了不好清洁卫生，还有下水慢、易溅水的弊端。真不如老老实实选择一个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功能一样也不少，还不存在卫生死角。